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做好了末影珍珠传送站。这里的传送站呢，利用到了无限红石技术。我们可以看到眼前这里有一只狗，那么这项技术呢，就体现在这个狗身上。我们首先让它站起来，它就会想咬这只小白。它在想咬小白的过程当中，就会拼命的往上跳，就使得这里的半线钩让它触发了。我们只要离开这个维度，或者是退出游戏，都可以使狗让它坐下来。也就实现了可以远程操控这里的红石机械。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读一下上期节目中观众们所留下的一些评论。好，这里我们来看第一条，这位观众 ID 叫 Cherry 喵是经常在评论区活跃的一位小伙伴，这个 ID 我有印象。好，他说弄个5到6格深的水流，放灵魂沙，从上面丢珍珠就会一直在上面蹦。他指的是这个是 P1 版，他后面特别还指出了这是 P1 版。我在Java版呢也试了一下这种方法，在Java版我们是不能够这样丢的，即使下面有气泡柱也是没法将珍珠给顶起来的。然后我在评论区还看到有其他观众也说这种方法可以当然他并没有指出这个是 P1 版，这个是不对的。好，我们来看第二条，这条评论他说珍珠受区块加载限制嘛，珍珠我们丢出去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实体。实体如果它想在空中运动的话，那必须是强加载区块。如果是弱加载区块的话，那个实体它是不会动的，所以必须要有区块加载才能够让末影珍珠让它丢出去。好，我们看下一条，做很多珍珠滞留机，然后给每一个编码这条评论它原本是一条很长的评论，我只是挑出来了其中比较重要的2句话。当然这2句话并没有表达清楚它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做很多这样子的滞留机就比如我们去地狱门里面10秒钟再回来就可以传送到家里面。比如我们还可以再设置一个20秒的时间，对不对？在10秒和20秒之间就可以传送到另一个地方。再比如30秒到40秒之间，我们又可以传送到其他的一个地方等等。当然这一种做法呢，在原视频李芒果的视频里面他也讲了，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多个地点传送的方法，只不过我并没有在视频里面提到。由于这样做的话，你很有可能被误传。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条评论，人落地狗会传送。这个狗大家可以看到它并没有传送，我们让它站起来。我们现在走远一点呢，好，它开始想咬小白了。我们走远一点它也不会传送这个大可不必担心。好，让它坐下。那么我们读完了这4条评论，我们最后呢再来看一下这边的充电宝，这里也就大致的看一下。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对我充电的支持。那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来做一个小黑塔。由于我们家里面现在已经有刷经验的熔炉了，所以我们小黑塔也没有必要再去收集经验，我们只用将小黑把它处死之后收集到它的珍珠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像传统的小黑塔那样做一个很高的平台，让小黑从43格的高度将它摔下来，我们可以不用这样。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像上次我们做过的那种非常高效的史莱姆农场，把刷怪平台压到最低。我们这一次做小黑塔呢，也会用到同样的方法，在 Y0 的地方做一个平台，这样呢小黑刷新的频率就会最高。然后依旧是通过这里的末影珍珠往地上不停的丢，让它产生末影满。小黑见了末影满就会想去攻击它，就会朝它走过去。我们可以利用末影满将小黑给勾引到一个角落或者是墙角边上，然后在墙角那里呢，我们再放上岩浆，就跟这里处死铁傀儡的方法一样。那么这种方法呢，将小黑处死之后，我们还可以收集到它的掉落物，然后在地上呢再放一排漏斗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我们看到身上呢已经是带了有1组多的漏斗，这里的漏斗我们尽可能要带多一点，这样建造起来也会方便一点。然后还有冰块，冰块是用来做物流管道的，用来传输这些掉落的末影珍珠。这里还有岩浆，当然岩浆我们要多带一点，还要带2桶水，这样我们就方便。不对，我们有冰块，我们带水桶干嘛？这个水桶我们也可以丢了也可以不用了。然后再适当的带一些铁，铁也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材料。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里的命名牌，一定要给末影满命名，否则你的末影满它就会消失。好，在我们到达末地的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要先从这里推桶岩浆下去，等岩浆流到最下面去之后我们在这一格再
再铺上水，就可以形成一条柱子。然后我们就可以顺着这里的柱子往下面挖，一直挖到最下面一格，再往离开主岛127格的范围往那边搭过去，就可以开始建造我们的小黑塔了。好，我们稍微等待了一下，这边应该已经流到最下面去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呢，先把它收起来，收起来之后，好，在这里倒一桶水，大家可以看到这下面已经全都形成了原石。这桶水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收起来了。等下呢，我们就可以顺着这里的原石一直挖到最下面去。刚刚那一桶水不应该把它收起来啊，我又泼了一桶，可以顺着这里的水流，这样呢，我们可以上，也可以按 Shift 按 Shift 就是下到最下面，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个水它是不会流到虚空里面的，所以你不能一直往下面游，往下面游，你就会直接掉到虚空里面。好，我们先站到这里来，这里放玻璃板呢，就是为了不让它刷怪。好，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不管是岩浆还是水，它都是没法流到虚空里面的。好，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主岛127格以外的范围了。这边呢，我搭了一个平台，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F3 坐标是244.117啊，我们的高度是在1，也就是说这最下面一层就是已经是最低了。这边我做了一个区块的刷怪面积。那么这个平台呢，原本是打算用木板做一下的，后来想一下，这边我们要放岩浆，万一这个木板是会着火怎么办呢？那我还是用铁块吧，不然我每期做什么东西都用铁块的话，总是会有人说铁块能够算是普通方块吗？我也没办法，我现在想用木板都不太方便。我们最终呢要将小黑把它勾引到这里漏斗这里来，在漏斗的这一格呢，上方的3格空间，也就是在这里，我们要全都把它泼上岩浆。在旁边呢，我们先把它放上告示牌。好，第3格啊，这里第3格，这里是第2格，像这样放上所有的告示牌。这一格也要把它好像这样放。这边第3格呢，它不光是用来阻挡岩浆的，而且还可以阻挡小黑，让他们一直朝这边冲。我们在这里再放一个墨影板啊，所有的小黑都会跑过来。好，我们先把这里的告示牌还有玻璃都把它放好。好，这边告示牌呢我都放好了，接下来就往里面泼岩浆。岩浆呢可以留大概5格啊，我们看一下，我一共是7格。哎，好，最后一桶。当然我们放完之后，上面一定要把它盖起来。上面我们拿原石把它盖起来吧。好，上面像这样盖起来。这边为什么要把它盖起来呢？小黑它跑到这一格之后，它会被岩浆烫到。但是它被烫到的同时，它还会往上面游，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游到这上面来，所以上面我们要把它这样盖一下。我们最后还要把上面覆盖上地毯，直接这样放，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被下面的岩浆给烧掉。这样铺地毯就是为了防止小黑它在岩浆烫的时候啊，它受伤，它会有一定几率瞬移到上面来，上面一定要放地毯。然而这个地毯呢，我们放一层是不行的，放一层它还是会瞬移到上面来，我们要往上面再盖一层。盖2层，只有像这样盖了2层，它就不会上来了。我们待会旁边那边也是一样的，不然小黑它就也会往那边瞬移，它瞬移的范围还是挺大的。别看这里隔了这么远，它还是会过去的。然后这边的漏斗我们要怎么接呢？我们可以按 O 键，用灵魂出窍来看一下。我们飞到这下面来，可以看到呢，这里2条漏斗啊，分别都是有自己的线路的。它们2条线路不会串起来，这样可以让它们收集的效率最高。如果2条线在这里串到一起，或者是在某个地方交织在一起了，就会引起堵塞。这边小黑它的掉的末影珍珠的数量还是有点多的，如果2条线相互串起来，就会造成堵塞。好，我们回到我们身上，在这个地方2个漏斗汇总，然后我们这里再用投掷器把它投上来。这边呢，我们还要给它发射高频，那我们就直接用侦测器，然后再拿一个粘性活塞。粘性活塞的作用只是用来让它稍微更新一下，因为我们直接像这样放上去的这个频率它不是很高。好，这里蹦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别蹦着蹦着就掉下去了。我们来做一个拉杆，让它推上去，再下来。好，这样的频率就特别高。在它的侧面，我们再用一个这样子的冰块
做一个物流管道，还是跟我们以前讲的是一样的。好，这里的管道我们给它修一下，像这样四周都围起来，上面也是的。这个我也就不多讲了，我们之前也是做了好多遍这样的物流管道。拐弯的地方我们用箱子。好，这个箱子就这样放啊，我也不管了。这边再放一排朝下的漏斗，下面再放箱子就可以了。这里的路我们要怎么铺呢？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就要用这个线了。我之前说为什么要带这个线，就是起到一个这个作用。如果我们像这样铺地毯的话，小黑就不会瞬移到我们这边来。你这边放玻璃，尽管玻璃不会刷怪，但是它受伤之后它是会传到这里来的。你在玻璃上面铺地毯，它也是会传送，唯独只有下面放线的这种地毯它是不会传送的。但是这个线也是有一定危险性啊，你要是一不小心把下面打碎了，这个地毯它就没了，那它就掉了。我们来做几个铁栏杆，像以前的机烟炉子还有高速熔炉等等这样的物流管道都是这样做的，然后再泼上水，水就直接拿冰块就行了。好，水就流过来了，我们只要往里面丢东西，它就会最终流到箱子里面去。由于我们等一下要铺很多地毯了，我们现在回到主岛上面做一个简单的复制地毯的机器。好，接下来就是等一下。好，我刚刚把上面的原石把它加高了一个，这样岩浆就不会把上面的地毯给烧掉了。好，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这边呢，我们要在这个地毯上面把它砸出墨影满。我们丢小黑眼，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会掉下去。我在创造已经试过很多次了，我们是掉不下去的。就算掉下去，我们赶紧打开我们鞘翅，然后用烟花把它飞上来就可以了。好，我们赶紧就在这里砸。为什么这里要隔开一格呢？我们把墨影满砸出来之后，我们就直接蹦回去就可以了。墨影满它是不会到处跑的，这样我们就不用再用矿车把它装起来，就很麻烦。往下走，那朝这边，朝这边好。完了，全都砸完了，都没有出来。看来我们得刷一波小黑了，要不我们就在这里刷，毕竟这边刷小黑的频率也是特别高的。正好我们在这边观察一下，我估计我只要站在这里，它都会刷。好，再往后面走一点，已经出来几个了。好，我们先来刷一下。我的船呢？我先去拿个船。我怎么回个头就这么多了？你不要吓我呀！我这怎么打呀？我怎么打？我打得过你们吗？好，现在我们已经召唤出来了，赶紧给你命上名。但是现在并不是说完全就已经安全了，我们还得小心。等一下，把你先给弄下去。这个地方还是会有很多地方会传送的，他们会传送过来。我们先垫个方块垫上去，这个上面全都得把它铺上2层地毯，不然他们都会传送的。这些地方都会，连箱子上面都会传送。我已经在创造试过很多遍了，很多地方他们都能够传送，所以一定得小心。你看这个潜影盒它都能够传送过来，这个地方等一下，这地方不行啊，这个地方不能够往上面盖地毯，盖地毯这个物品那就传不过来。我们来做一个半砖，把它盖上上半砖，再往上面盖地毯。同样全都要盖2格。那么这一种小黑塔呢，我们只是纯粹的用来收集小黑眼的，我们并不想收集他们的经验。等一下，怎么你跑到这里来了？这种地方还是要把它盖一下，能够盖的地方赶紧都把它盖好。好，应该没有它能够传送的地方了。你看这么远的地方，它都传到这边的路上来了，那我现在也就不盖了吧，毕竟盖这个还得花好多时间。我们节目最后呢，也是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做小黑塔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一个是上面，我之前创造的时候尝试了，上面是必须要盖2格的。我今天做的时候就偷懒，就只盖了1格，然后上面的地毯就着火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站的地方一定要用这种下面放线，然后上面放地毯，它们就不会瞬移到这里来。然后这边也要改一下，我这边的收集的好像没有做很多啊，到时候我下去也会再补充一下，以及包括这上面的机器啊，也全都要用地毯把它都盖好，否则它都会瞬移到这上面来。所以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小黑啊，它并没有瞬移到这上面来，那上面是没有小黑的，它也不会瞬移到这上面来，一定不能够让小黑瞬移到莫伊满上面去了。如果你用其他的方块的话，它都会瞬移到莫伊满上面，将这个莫伊满杀死，那这个小黑塔它就失败了。好的，那么这个小黑塔呢，也就给大家总结到这里了。如果你还有其他红石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来评论区留言讨论。好的，那么本期节目呢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